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近日，王一博代言 SKG 登上热搜，只因毛利率远超苹果，简直荒谬。首先，对于这个问题，公平地说，有很多盈利的行业，眼镜镜片、保健品、护肤品等行业，哪个利润不高？暴利是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虚假宣传，有没有合法合规，有没有质量问题，产品检验是否合格，这是重点。什么假洋货，不过就是个英文名字，被人抽出来鞭笞，这种行为看起来有点像行业内的竞争手段吧。都知道现在一瓶几块钱的维生素已经卖到上千次了，市场可以说明一切。你说人家只有一个核心技术的按摩仪，好坏也是中国研发的，你迎合老外，怎么不说呢？还有什么智商税的问题，品牌溢价的问题，合法合规的生意就行，不用演，不用骂，效果因人而异，也可以无条件退货道理，你不使用价值，完全可以退货啊。只要遵守广告法，就没有违法经营，按照企业税法，就没有理由关以这种假洋货。更可笑的是，人们 SKG 按摩仪本身就有自己的核心技术，并且成立于2007年，合理合规经营，但近几年通过营销提升知名度，据说是脱毛，这个说法真是有点可笑。如果他们不做营销，不做推广，那么好的技术是不求的，没有一点推广和宣传策略，这种企业如何生存？营销花什么成本？请王一博代言，也是这2年的事情。很多人都是通过王一博代言才知道产品，凭什么要批评他的代言人？这不难看出，真的有点恶性竞争。王一博的人气可想而知，坐拥100万粉丝，代言的产品更是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让人无可挑剔。如果是因为产品的原因，你真的需要谨慎。从这个话题很容易看出明显的眼睛糖果成分占主导地位。同时不难发现，这次热搜被推上去后，评论区讨论的焦点不是这款产品，而是撕 B 站的粉丝明确的动作，社会问题明显变成了娱乐新闻，这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国货崛起势在必行，王一博代言，大部分关注我们本土的国货，为国货代言，是我们中国青年文工引以为豪的荣耀。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人打自己的人？真想问，这个热搜究竟是谁红了眼眶？是行业竞争，还是代言人的粉圈大战，还是另有所图？一个合法合规的产品被质疑和批评，然后升级到代言人，演变成粉圈对决，这就是资本市场的运作吗？它真的需要抚摸？娱乐是一个圈子，窝打架的东西，只想说，这是一个相当没有规律的东西。360行，每行都有自己的行当，交织在一起就是乱。纯属个人观点，不要盲目跟风，保持理性看待问题。我们是局外人，看热闹也需要理性思考。但是一个按摩仪，人家卖得好，据说是毛线，抓住利润不放手，竟然对着苹果，真是可笑。同时，这里的问题焦点在代言人王一博身上，到底是谁的眼睛？可以让粉丝们都失望了，我看这是在分散注意力，不要拿他开玩笑。这是街舞开场录制，新队长成亮点，导师团用词不当引发争议。这是街舞打到第5季，热度一直在攀升，其中产生话题的能力不容小觑。这场街舞最大的看点，无疑是迎来了第1位女队长，这一话题自路线图发布以来就引发了诸多关注。同时，王一博的再次回归也让人惊喜，但很多人发现，这一次话题的争议点居然是碰运气。在路演现场照片中，我们了解到这次的4位队长分别是王一博、韩庚、刘雨昕和李承勋。4人中，
热度最高的当属王一博，顶流加盟，从第3季到第4季，余晖从未减退。开播前的每一次街舞，围绕话题都离不开王一博，毕竟人气和实力都在哪里，实力的反抗让人无话可说，但争议的话题却可以蹭上一波热度，推波助澜的谈吐，无疑是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。其实这次街舞最大的看点就是女队长的加入，不过这次的女队长其实是个眼熟的，而且曾经在第2季作为参赛选手参加过比赛，所以自然火到了最后怎么样，可想而知。这么多人说，这一次的话题焦点估计会放在王一博这里，毕竟女队长的输出能力和热度和顶流王一博没有什么对比可以说。但是大众忘记了一个词气2字，就是趁着人的热度最高，估计会说一些可恨的话，惹得2个粉丝撕心裂肺，进而提升人气和存在感低下的好奇心，绝不炒一些热量。这种方式在娱乐圈是司空见惯的，自然大众更司空见惯，你也就无所谓了。这就是街舞，毕竟在具有竞技性的综艺属性中，一切都不应该是这个无聊话题的重点，而是街舞本身，舞者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第1季何展成，第2季叶音，第3季步步，第4季众神、尼尔森、HB、ACKY 等等，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舞者的实力，也感受到了街舞的精神和魅力。针对这句话登上热搜，街舞第5季导师团明显用词不当，街舞大神比比皆是，不应该用导师来称呼，这是街舞明星队长。到目前为止，王一博被认为是街舞队长最强之一，在众多街舞大神面前，王一博更是自愧不如。第3季秒杀步步小粉丝，说是学习的心态，去街舞就是认识更多优秀的舞者，抱一个朋友，跟着学习的心态。所以说，街舞节目组的话题创造能力确实强大啊，一句话就能让人炸裂，热度助阵，也让人更加关注街舞。说实话，街舞举办了这么多次，一回多一回热度，包括第3季、第4季的关注度跟热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很大程度上是注入了太多新鲜感。顶流的加入，街舞大神齐聚，优秀舞者带来作品，都成功的让我们看到了顶的精彩。这一次，第5季开启了青年街舞大赛，新生代的注入，从创新到新鲜面孔，以及各种实力的较量，大家都期待黑马的出现，这是最大的看点。这一季的街舞，我还是想说，你们更多的话题最终回归本质，擦一波热度，我们好看。毕竟王一博又回来了，从他对街舞的热爱，我们关注街舞，在最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王一博的街舞，不是吗？王一博上海鹰工作室已停业，注册资本10万元，目前持有3家公司的股份。6月10日，据天眼搜，上海一博文化传媒工作室2021年企业年报显示，其经营状况已不复存在。工作室成立于2018年1月，为王一博个人独资。毕竟随着陈纪元火爆的王一博，如今已经是娱乐圈的顶流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有着一张比实际年龄更成熟的脸。也正是这张脸，吸引了无数粉丝。突然工作室关门了，粉丝们都很害怕，原因和之前注销工作室的明星一样。好在有虚惊一场，没有传出负面消息。但是也让很多人不明白，既然关机前都不是问题，那是不是和我们一样，受大环境影响？王一博与4家企业有关联，除了已停业的上海一博文化传媒工作室，其余3家企业包括河南地平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。网曝王一博与农行的纠纷已经审理完毕，因被告人王一博下落不明，故人民法院报送公示送达判决书及风险告知书。据悉，王一博所在公司上海鹰文化传媒工作室与2个敏感舆论有关，均与时间有关。王一博今天在上海参加品牌活动，
为何会提示去向不明，实际情况不明。王一博上海老鹰工作室倒闭，以为是因为上海的疫情影响，还是更关心疫情有多少企业倒闭？比如幼儿园从3月14日起等待9月1日开园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